手电钻的作用想必大家都非常清楚，组装东西时有它只需要几分钟，没它就得几十分钟甚至1-2个小时。特别是手劲小的女生，有的螺丝男的拧的都费劲，有个大扭力的工具来帮自己是非常合适的。如果它还能打孔的话，那就可以自己装置物架、动动板，甚至吸顶灯和百叶窗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手电钻很沉，但装修工和师傅上门时都会带着它，因为它高效又省力。但是电动螺丝刀、电钻、手电钻、冲击钻、冲击起子、冲击扳手、电锤这一堆究竟谁是谁？他们都能干嘛？有什么区别？应该买哪个？起这么多名字是担心我买对吗？我拿实际使用的场景展示给大家，这样你就知道应该买哪个，以及什么样的手钻是你所需要的。为了说得更清楚，内容有点长，可以先收藏。最小的这个叫电动螺丝刀，体积最小巧，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个能电动慢慢大力拧的螺丝刀。除了电动拧，也可以当螺丝刀辅助手动拧。除了这种一字形，也有少数是握把型。电压通常3.6伏到5伏，懂物理的应该都清楚。电压越高，转速和能力越强，这放在手钻里面自然也接准。电压越高，它就越厉害，越贵。电动螺丝刀在手钻里面是垫底，因为只有5伏，所以它转速不快，最快200多转每分钟，最大扭力也只有5牛米。不过也不要小瞧这个5牛米，什么概念呢？粗螺丝拧硬东西上面时，用普通螺丝刀，成年男性用尽全力，后面可能会拧不动。换长力臂螺丝刀也要很慢很费劲才能拧到底，但它的这个5牛米就能很快拧到底，所以一把它就等于召唤了一个手劲特别大的男人来帮你。5牛米也能在木头、塑料上面钻个小孔，非承重墙自然也可以。哦，对，说了一下，常见的墙有非承重墙、砖墙和承重墙。砖墙好理解，就是砖，能出来很多灰色渣渣的这种墙就是非承重墙。里面的这种东西长这样的叫加气块、泡沫砖、面包砖、气孔砖、轻质砖，它有好多名字。它就像硬的海绵一样，又轻又脆。其实你用螺丝刀戳都能戳进去。任何东西钻这种墙，其实就是走个过程而已。承重墙其实分2种，它是按水泥含量 C15、C30之类的分硬度的。含量低的话，比如构造柱、门上梁这种就是轻质承重墙，就好钻些。横梁、承重柱这种就特别硬。电动螺丝刀钻砖墙就不行了，水泥墙更不用说了。因为转速慢，所以它的钻头大多是磁吸，也只能用6角这种，最小扭力、最大扭力都属于安全范围，所以适合修车、拆个玩具电脑、组装个小东西，拿它用来当个副手，非常合适。这个才是广义上的电钻，又叫手电钻、手钻、电起子，老师傅也叫它电劈，因为它用的这个螺丝头就叫劈头。电压来到了10伏，所以扭矩更大，最大有30牛米，转速也更高，也可调。1档400转每分钟，2档1500转，所以它拧螺丝的速度要比刚才的电动螺丝刀快好几倍。最主要的是它的这个夹持系统，是这种几乎万能的3爪式。3爪式可以夹6角、纯圆、三角等等，各种都能夹。哪怕是电锤的这种2坑2槽的也能夹，你别管它能不能用，反正它能夹。支持的钻头越多，扭矩更大，转速也更快，所以它这里多了个钻的符号。这也是为什么它叫手钻。最常用也最适合它的就是这样的麻花钻头和木钻头。木头钻个常见大小的孔，也能钻个薄金属。卫生间的打孔也需要先拿它用瓷砖专用钻头开孔，然后再用电锤。算是入门级基础版的电动工具，最大能开10毫米的深孔啊，注意是深孔啊，就像隐形隔板这种，需要开深孔用来插膨胀销，10以上的就不行了，钻头塞不进去。开大孔时需要更高的瞬间硬扭矩，它也一样不行。它的工作原理还是单纯的旋转，所以也不具备很好的钻墙能力啊。非承重墙不用说，肯定可以钻。砖墙久了也能钻洞，就是一点点的磨，效率很慢，大概5-6分钟钻个小坑，还很伤钻头。水泥承重墙那肯定不行了，也是只能钻个浅坑。所以就出现了冲击钻这种工具啊，也有带线的这种。它和刚才手钻最大的区别就是这里多了个锤子的符号，意思就是它有锤击的能力，所以它可以使用这样的混凝土钻头，比手钻更效率的钻砖墙。
但它锤击的原理是两个齿轮错位后产生的上下冲击，这个冲程距离非常短，所以冲击很小。其主要作用呢还是靠高转速、自重以及你用手按压，所以冲击钻转速都很快，你还要用手压着。我这把高速档位有2100转每分钟，有线的这种能到3000转，高频之下它的噪音和震感都特别大。用力按压也能打动轻型混凝土，如果是重型混凝土就费劲了，一样也是几分钟一个浅坑，还会震得你手麻。所以与其叫它冲击钻，还不如叫它震动钻更贴切些。电压来到了20伏，最大扭矩能到60牛米。之前手钻钻不动的这种长孔它就能搞定了，大孔也能开，也能插进去更大号，比如12、13毫米的深孔钻头，基本能覆盖绝大多数生活场景和 DIY 需求了，所以我才经常用它，还给它加了不少附件。这些附件的功能具体参考我之前的视频，但它和上面的手钻、电动螺丝刀都有个缺点，大扭力下遇阻或者拧到头时，它自身也会跟着旋转，很容易扭到手，而且它60牛米的阻力也不是特别大。于是就出现了冲击起子和冲击扳手这两种工具，也叫做起子机和电扳手。这把是冲击起子，别看电压只有12伏，但它的最大扭力却有140牛米，是电动螺丝刀的28倍，手电钻的4倍多，冲击钻的2.5倍。而这把20伏的电扳手则有500牛米，它除了扭矩更大以外，和冲击起子几乎没什么区别。说实话，我平时用不到电扳手这种东西的，这是专门买来给大家演示的。哎，什么东西掉了？起子机和电扳手的大扭力主要得益于它们相同的工作原理，它的轴是梯形的，扭力受到阻力时会挤压里面的弹簧，弹簧挤压到一定程度后会触发这个敲击块，撞击梯形轴。这个哒哒哒的声音就是遇阻后再敲击增大扭力，类似于这样敲扳手的效果，所以它的扭力才特别大。因为动力都发生在内部，机身并不参与，所以完全不会别到手，拿来开木头孔、金属孔也非常高效。因为机械原理不同，所以它的机身也比手钻、冲击钻都要短小。缺点也很明显，一是它不能在墙上开孔，因为它的冲击方向是围绕螺母周围圆周性的冲击，而不是向前。二是它的夹持系统只能用6角钻头，因为用冲击起子的人通常都是拧6角螺丝比较多，像汽修、装空调、架子工等，所以对应都是这种套筒。用这些钻头的话，就要也都换成6角的才行，但这个同心度就一言难尽了。可能你本来要开6毫米的孔，开完后变7毫米、8毫米。我把它们3个放在一起，你看一下。还有一点就是，绝大多数的冲击起子最小扭矩都不会特别小。哦，对了，它这里是不能调扭矩的，调节的地方在这里。我这把的最低档位扭矩不详，问客服也不知道，但猜测应该是几十。你问我为什么知道？因为有款最低5牛米的那个价位是我这个的好几倍。真要有那么小，客服肯定不会藏着掖着了。最小扭矩太大的坏处就是不太适合小型东西的拆装，很容易打花螺丝或产生破坏性结果。不是不能用，是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。而你用冲击钻或电动螺丝刀时，把扭力调到5到8就行了，不够就加一点，不够就加一点。对应长度的螺丝固定用1种扭矩就能刚好拧紧，还不打花。冲击扳手就不用说了，就是拿来拧大螺母的。500牛米真的只有船、车、钢架这种超大型的器械才用着。最低扭矩350牛米，普通螺丝拧花像玩的一样，小螺母都能给你拧断。来看看100倍扭矩的差别。最大的这个叫电锤，有线的长这样，这个我用了好几年了。如果说冲击扳手是最大力拧螺母，那电锤就是最大力打孔。它是通过气缸压缩空气后撞击式作业，冲击力堪称摧枯拉朽。你听一下这个声音，用的钻头顶部大多也是4刃的，夹持系统也和前面的不一样，插进去后锁住，按下这里才能拔出来。常用的是锤子加钻头符号的这个档位，即又冲击又旋转。单纯锤子符号的这个档位是只冲击不旋转，通常会用这2个钻头拿来破拆和铲除。气缸产生的冲击力太强大了，钻木头、金属、砖都像切豆腐一样。换上这种钻头就能开大孔，给水电走管路。钢筋混凝土上的打孔全靠它，也只有它最效率。钻头特殊的构造，即使钻到钢筋也一样能把它打断。但要注意一点，钻钢筋时你要确保你的电锤有安全离合的功能。万一钻头被钢筋卡住，它会进行停机保护，
没有安全离合的话，钻斗一旦被卡，机器就会像电钻拧不动螺丝那样，突然猛地一拧，就很容易受伤。所以选电锤务必选有安全离合的。我这两个都属于轻型电锤，一共装过全屋的吸顶灯、引体向上架、百叶窗、洞墙、电视机挂架等等。工地和专门开孔的会用体积更大更沉的那种重型电锤，它冲击力更大，支持开的孔更大，工作也更效率。不过居家的话，这种轻型的电锤足够用了。OK， 到最后的选择时间了。选哪个主要看你在做什么，想做什么和已经有了哪个。不 DIY， 那普通手电钻就够了。拆装东西足够效率，能帮你拧你拧不动的螺丝，也能钻常见的6到10毫米的孔，也便宜。有 DIY 需求，特别是进阶 DIY， 那肯定是要冲击钻的。大扭矩能钻更大更深的孔，也能在大部分墙面上钻孔，装个摄像头、置物架、动动板什么的小东西不求人。而且它的高转速、大扭矩还能解锁其他技能，比如抽水、车床、绕线。这部分回头我会专门出一期内容分享。想要装大东西，稍微需要承受点重量的话，那就肯定得电锤了，没人能替代它。有它后，基本就没你装不了的东西，打不了的洞，但也仅限大件上墙的东西。不考虑同心度的话，冲击起子是个好工具，就是能兼顾拧小螺丝的太贵，没有6角螺丝使用需求，或者拆装汽车、电动车的话，它不如冲击钻更实在。我有2套房子，所以面前这些其实是我的2个组合。如果你已经有了其中的1、2个工具的话，可以参考参考。组合1，手钻加冲击起子加电锤；组合2，电动螺丝刀加冲击钻加电锤。这2种搭配是我实际用了很久后选出来的，综合能力更好些，多人协作时也有副手工具。根据我买过这么多品牌的经验来看，相同的东西，不同品牌的差价基本在噪音、同心度、电池品质、实际真实扭矩大小和用料上面。建议大家选品牌，不要选杂牌。另外，如果扭矩够，但是钻长孔钻不动的情况，也可以检查一下电池电量。电量不足就是电压低嘛，它对应的扭矩就变小，可以充满电再试试。这期到这儿就太长了，大家先选着，我下期再来分享这么多钻头里面哪些是常用和必备的，哪些是基本用不上的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